管城大酒店是战氏集团旗下的酒店，苏南这个总特助天天都出入这家酒店，还要他带着。苏南说道：“你不用急冲冲的进去，你的好友还没来呢，我都没看到他的车停在门口的停车场上。别说战银未到，就连商家的车辆都没看到，他们没有我这么准时准点的。”沈小军有点不信地道：“他们的车子可能是停在了地下停车场了。你要是不信，去问问大堂经理就知道了。”沈小军抿抿嘴，然后松开了苏南的手，改为挽着他的手臂，说道：“走吧，咱们进去。”苏南这才心满意足地带着沈小军进酒店。战一晨这个老熟人都没有跟他们说上一句话，就被撇在酒店门口了。单身狗的悲哀。就再熟的人，人家成双成对的都懒得分点心思给他。好在他就是找个借口而已，他不是没有被宁云初迷住，是不想让宁总夫妻俩看出来他对宁云初的在乎。他重新回到酒店里呢，留意到宁太太带着他的未婚妻跟那些太太千金们打交道。对于宁太太带着大女儿出现，很多人都觉得意外，聪明人很快就能想明白原因。宁大小姐已经26岁了，到了嫁人的年纪。宁太太突然带着大女儿出现，是想给大女儿选个婆家吧。宁大小姐长得倒是挺好看的，但她在宁家是个透明人，又是个瞎子，为了生活，她自己开着一家花店，赚点小钱，艰难的过日子。这样的条件，那些太太们嫌弃得很，是没有人愿意与宁大小姐结亲的，主要是个瞎子呀。那战一晨在人群中找到了母亲，低声的跟母亲说了几句话。二太太看了两眼被宁太太拉着走的宁云初，对儿子说道：“你只管忙你的去，我的准儿媳妇我会看顾着的。”要是那些太太们知道宁云初这个他们嫌弃的瞎子，早就被战家内定为二少奶奶，估计眼镜都要掉满地。不知道战大少爷夫妻俩会不会一起出现。不知道谁说了句，那边有人附和，等会儿战少来了就知道。说不定大少奶奶还是跟着商太太一起来呢，要是那样，那个人就没有再说下去。似乎在等着看好戏。今晚这样的场合里，海童这个战家大少奶奶要是依旧跟着商太太一起，那就是打战家的脸，是让战印没脸。战大少奶奶再无知也不会那样做吧。有人小声嘀咕着，怎么不可能，她是在乡下长大的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心里害怕很正常。商太太是她大姨，她跟着长辈就不会害怕。她那样的人能想得多周全，就说这些话的人对海童明显有着敌意。也是打心里瞧不起海童的出身，一个乡巴佬，因为就过战家老太太，就飞上了枝头变凤凰。战家那么多当长辈的人也是的，没有一个人反驳一下，任由一个乡巴佬当他们家的大少奶奶，以后那可是当家太太呢。战家就不怕海童不能胜任当家太太，让整个战氏家族丢脸，成为别人的笑柄吗？要是海童嫁给的是战家其他少爷，可能不会招来那么多的嫉恨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也觉得战大少奶奶眼界有限，想事情不够周全，行事也鲁莽，仗着战少的身份地位，不把很多人放在眼里，随随便便就多管闲事，替战少与人结怨。接话的人是宁太太，可不是吗？战大少奶奶是真的多事。你是宁太太吧？我记得上次在董家的宴会上，那个姓海的就是多管闲事，和你们母女俩结了怨。我好心打电话给战太太，让她管一管她的儿媳妇，反而被战太太骂了一顿，还把我拉黑了。对海童充满敌意嫌弃的人，正是当初嘴碎的温太太。被唐君业一顿对后，就断绝了来往。温太太气得半死，觉得自己那是好意，结果唐君业还把她对了。海童要是他的儿媳妇敢在外面多管闲事，惹是生非，给他儿子得罪人的话，他马上就能让儿子离婚，换一个懂事的儿媳妇。唐君业护短也要看情况呀，那样的闯祸精儿媳妇，越是护着
以后闯的祸越大。战家呀，等着被海童闯祸闹得鸡犬不宁吧。战家的声望肯定会被海童糟蹋了的。战家的当家太太来了，还是与他儿子儿媳妇一起来的。在宁太太和温太太嘴碎地说着海童是个惹祸精时，不知道谁叫喊了一声，孔家的人除了孔老还坐在原位，其他人都迎了出去。那其他太太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就温太太碰了一下宁太太，小声地说道，战太太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席过任何宴会了。今晚你算是有幸运的了，能看到她。宁太太则是轻声说道，应该说是孔老的面子太大，那倒是咱们这些人谁不给孔老面子。孔老也是心好，每年办1-2次这样的商业酒会，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聊聊天，话话家常，男人还能谈谈生意呢。每年孔家的宴会对于管城人来说都是盛宴，那大小老总们在宴会上能结交到很多他们平时连见都见不着的人，也能谈成很多生意。那所以孔老在管城商界的地位超然啊，毕竟是连战家人都给他老人家面子的。那连战家的老太太见了孔老都会亲切地叫一声老大哥。酒店外面，海童是被自家男人牵着下车的，他绅士得很，特别照顾他，还担心他穿着恨天高，走路不稳。海童低笑地对身边的男人说道，换成以前让我穿这么高的鞋子，我肯定走不了路，现在习惯了。放心吧，今晚保管不会让你丢脸的，我不怕丢脸，只要你开心，不受委屈就行。海童的手指调皮地在战印的掌心勾画2下，笑道，我是你的老婆，谁敢给我委屈受。他这个小动作惹得战印很想把他勒入怀里，狠狠地亲吻他1000万遍。简直就是个小妖精，总在公共场合撩他，让他无法用他的方式惩罚他。战印的保镖团很称职地替夫妻俩开路，不让人随意接近夫妻俩。小夫妻俩呢，跟在父母的后面走向迎出来的孔家人。大家相互打招呼问好，孔家人的视线最后落在海童的身上。见海童明艳动人，气质也不差，落落大方的，没有一点小家子气啊。战印和海童的夫妻关系是早就公开了，但夫妻俩还没有一起出席过上流社会的活动。海童平时跟着商太太参加的宴会，孔家太太并不会露面，故而孔家的人很多都是现在才见到战家大少奶奶本人，管城最近半年最火爆的人物。战家大少奶奶在孔家人的眼里，并没有像外面谣传的那般上不得台面，反而觉得海童和战印站在一起，各方面都很般配，简直就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那些说海童上不得台面，配不上战印的人，绝对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，是羡慕嫉妒海童的得天独厚。这位是我老婆海童。战印把海童介绍给孔家人认识，然后他又把孔家人都介绍给海童认识。等他介绍完了，海童微笑地向大家问好。孔太太笑着对唐君叶说道，君叶，我是真羡慕你。你这个儿媳妇一看就是个有福气又很善良孝顺的孩子。哇，你以后享福了。唐君叶笑道，那是我们家海童深得我心。我这辈子呢没有女儿，是把儿媳妇当女儿来疼的。孔太太笑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疼你儿媳妇。老太太当年送给唐君叶的那几套珠宝，昂贵的很，唐君叶是拥有很多珠宝的人，都把老太太送的几套珠宝当成镇香之宝了。只有在盛大的场合里，唐君叶才会佩戴一套。如今呢，唐君叶最喜欢也是最珍贵的那套珠宝，一样不缺，都戴在了海童身上。那唐君叶若是不喜欢这个儿媳妇，他舍得送给海童戴吗？外面的人谣传这对婆媳俩不和，信不得。了解唐君叶的人在此刻都不会再信外面的谣言。我3个儿子，现在才1个儿媳妇。
我是把我家海童视为眼珠子的。唐君业拉过海童，婆媳俩边和孔家的太太千金们说着话，边往酒店而入。阿如，你是不知道的，阿印老是抱怨我抢他老婆。我婆媳俩想出去逛街买点东西，他们父子俩都嘀嘀咕咕，意见大得很。特别是阿印，都要把我当成他的情敌了。孔太太的闺名有个如字，唐君业跟他熟，都是叫他阿如的。孔太太笑道：“你们家男人都是那副德行。”他又笑着打趣海童：“海童，难为你了，能包容战印那副臭脾气。”海童微笑地维护着自家男人。孔太，战印其实很好的，我跟他相处得很融洽，他对我也特别包容。我跟你婆婆是好朋友，跟你大姨也是好朋友，你叫我蒙姨吧。孔太太呢，娘家姓蒙，蒙姨。海童大方地改口。孔太太觉得他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亲切地拉着海童的手，又是一顿夸赞。不管大家怎么夸赞，海童都是大方得体的应对，让很多人想从旁看笑话的都失望了。有些人觉得商太太真会调教人。战大少奶奶跟着商太太出席了几次宴会，就把一个乡巴佬调教成落落大方的豪门少奶奶了。就一家4口呢去见了孔老。孔老打量了海童良久后，没有说夸赞的话，但他当众赠送了一份厚礼给海童，还对战印说道：“小俩口好好过日子吧，你奶奶不会错的。”战印对孔老很温和：“谢谢孔爷爷，我会好好珍惜爱护童童的。”孔老慈祥地笑了笑，他老人家年纪比老太太还大，经历也远不如老太太了，也就是像战印这样有身份地位的后辈，他才会见上一件一般人都不敢来打扰他的。几大豪门的人前前后后也都到了。商太太夫妻俩带着女儿来的比较晚，商无痕夫妻俩并没有过来。蓝晶怀着身孕，妊娠反应又强烈，宴会上人多，怕被人冲撞到，所以商无痕坚决不同意妻子过来，他也不来，在家里陪着老婆。商家二少爷不经商，他向来是不参加商界的活动。故而呢，只有夫妻俩带着女儿过来。那一家3口也去见了孔老，这孔老没见着商无痕夫妻俩，就还问了商太太一句：“怎么不见无痕和阿晶啊？”商太太笑道：“阿晶有喜了，不方便过来，无痕在家里陪着他。无痕让我向您老道个歉，今晚呢，他不能亲自来给您老捧场了。”孔老笑：“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后生晚辈，有事不能来，我还能和他们计较不成啊？阿晶有喜了呀，这是好事，是不要过来，人太多了，冲撞了就不好。明年要请我去喝满月酒。”听到孔老这句话，孔家的人眼里都有着欢喜，觉得孔老还惦记着去商家喝喜酒，就还能多活几年。商太太笑：“那是自然的，到时候您老可一定要去我家里喝杯满月酒，给我孙子或者孙女添添福气，您老人家是最有福气的人。”唐君业已经从孔太太那里知道了孔老近来身体不太好，老人家还整天念叨着死去多年的老伴，家人就担心他老人家没多少日子了，特别是他老人家把办宴会的时间提前了半年。更让家人担心，听了孔老对商太太说要喝满月酒的话，唐君业就插话进来，他故意用着抱怨的口吻对孔老说道：“您老人家只惦记着喝无痕孩子的满月酒，就不想喝我家孙女的满月酒吗？”孔老哈哈的笑，轻斥着唐君业：“你这妮子还抱怨我了？喝都喝，只要你能有孙女，我一定喝你孙女的满月酒啊！你老等着吧，我肯定会有孙女的。我3个儿子就会有3个儿媳妇，总有一个儿媳妇会给我添个孙女的。”大家都笑了起来。那孔老呢，要是想喝到唐君业孙女的满月酒，怕是活成个老妖怪都未必能如愿呢。谁不知道这战家是和尚庙啊，只生儿子不生女儿的。对于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来说，
战家生儿子的能力让他们极度的发疯发狂，却不知道战家人求女有多疯狂。人呀，都这样的，老是生儿子就盼着女儿，老生女儿就盼着儿子，谁都想儿女双全呀。跟主人家打过招呼后，大家开始各找各的好友，谈天说地，或者谈生意上的事。海童一开始还是陪在战印身边的，战印不需要主动去找别人谈合作的事，想与他合作的老总多了去，就看着战印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，又众星捧月的。海童低声对丈夫说道：我当初说要与你比肩的话，简直就是不自量力。他别说与他比肩了，能跟在他后面跑就不错了。战印拉高与他十指紧扣的手，黑眸含笑地注视着他，低柔的道：我们现在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老婆，在我心里，我们之间没有差距。如果真要说差距的话，那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距。海童笑，他跟着大姨学着交际了一段时间，也想通了很多事情，更学到了不少，比以往更加的自信了。就战印赢在起跑线上，他想追上他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乙是他的妻子，又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婆家人从没有反对过，嫌弃过他，他又何必再自寻烦恼？一切都顺其自然吧。他还会继续努力，自己的事业能发展到哪种地步，他都接受。身为战家大少奶奶，需要面对的一切，他也坦然面对。称赞的、贬低的、讽刺的、嫌弃的，他都接受。人活在世上呢，本就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，哪怕你做得再好，总有些杠精喜欢挑你的刺。自己问心无愧就行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管别人怎么说。他一嫁已站在人生巅峰，羡慕嫉恨的人多了去。老公，我现在觉得我好爱你啊。战印眉眼温柔，眼底都是笑意。我也好爱你啊。战印，苏南带着沈小军过来，两个人手里都端着一杯红酒。遇到熟悉的人，举杯，尖尖的喝上一口，算是致意。战印夫妻俩看向那对金童玉女，战印低声对自家女人说道：不要又像去年那样跟着沈小军躲在角落里大吃特吃的，你们夫妻俩算得上是老夫老妻了，在公共场合还秀恩爱。苏南走过来后，本想和战印碰杯的，但见夫妻俩并没有像别人那样都端着一杯红酒，他招来侍者，然后拿了一杯酒递给战印。战印偏头看两眼海童，总裁夫人。苏南笑着打趣地问着海童：我们总裁今晚能喝酒吗？海童应着：当然可以啊。怎么会问他这个问题？战印平时应酬多，他经常都要喝酒的，只要不喝得醉醺醺的就行。海童不记得自己管过战印喝酒之事。苏南笑着与战印碰了碰杯，对海童说道：看总裁夫人刚刚的神情啊，似乎是帮咱们总裁背了不少的锅呀。最近总裁但凡应酬都会说夫人不让他喝酒，他要是喝了酒回家得睡书房。海童：不是啊，只说了一次吗？他知道战印有一次是拿他当挡箭牌。原来他这个挡箭牌已经被他用了一段时间呀。怪不得最近他回家身上的气味还是那样清新好闻。当然海童也不希望战印喝那么多酒，他的胃有段时间不好，他花了点时间帮他调养。能不喝酒就不喝酒吧，只是他刻意营造出妻管严的形象。战印一把搂住海童的腰肢，笑着斥了苏南，又对沈小军说道：沈小姐不用笑的那样欢快，苏南也是把你当挡箭牌的。沈小军笑道：我无所谓，只要他身体好，拿我当挡箭牌就挡箭牌吧，你们俩都是一个德性。明明我和彤彤并没有严管你们，给足你们自由，你们非要往自己身上贴上妻管严的标签。海童也笑，就不怕别人笑话，反正没有人敢当面笑我是妻管严的，别人只会夸我宠妻。战印说的这霸气至极，想到他面对外人时终日板着张脸，
两片薄唇又抿得死紧，黑眸沉沉，被他看两眼都觉得心底发冷。这样严肃冷冽的男人，谁吃饱撑着不怕死的在他面前笑他妻管严？现在提及战印，大家都说他是个宠妻的，把海童宠在心尖上。我和战印是好友啊，别人会说我们俩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俩货还真是物以类聚。你们聊吧，我和小军去跟我大姨打声招呼。海童说着拉住沈小军走开了。战印看着两个女人的背影，怪苏南，好端端的，你跑过来跟我说什么话呢？瞧，我老婆被你未婚妻抢走了。这是婚后我老婆第一次陪我出席宴会呢。要不是为了海童，她早就在跟孔老问过好后就离开了现场。海童需要交际，需要融入他的圈子里。他要为他保驾护航，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、小瞧他。不过看他的表现，倒是如鱼得水。哎，这丫头呀，不是融不入来，是看他有没有那个心，愿不愿意而已。是你老婆拉着我未婚妻走开的，我还不是30出头了才有个未婚妻，还没有好好的秀恩爱呢，就被你老婆抢走了我的未婚妻。战印，幸好海童是个女的，否则就仅是他和小军认识10几年就足够我酸的了。战印低低的笑，当初我可是酸了很久很久，也很努力的去抢占海童心里的位置，努力了这么长时间，不知道他在海童心里的位置变动了没有。以前海童心里是姐姐排在第1位，然后是外甥，再到闺蜜，然后到他。战印想了想，觉得他现在顶多就是和沈小军并列第3，不，他是排第2，他抱着洋洋就排第2了。那这样想着，战印算是满意了。大姨姐在海童心里的位置，战印从来不敢指望能超越，也不用去和大姨姐争夺第1。海童是姐姐一手带大的，姐妹俩相依为命多年，在海童的心里啊，长姐当得如母。苏南，那我心里平衡很多了。走吧，咱们也去跟几位熟悉的老总聊聊天。对了，商无痕怎么没来？苏南喝了一口酒后，随口问了句。战印与他碰了碰杯，但没有喝酒。应着，他太太怀孕了呀，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。今晚这样的场合，换成是你，你会让你太太出现吗？苏南噎了噎后说道，忘记了，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人我都不会放在心上。我家小军要是怀孕了，走路我都不让她走，我抱着她走。战印好笑的道，怀孕又不是生病，不用那样紧张的，孕妇也要适当的活动活动。苏南撇撇嘴，你现在话说得很响，等总裁夫人怀孕了，你要是还能说得这么响亮，我就请你吃饭。当我没有饭似的，我有空就给我家彤彤做饭，烧菜的本事都上升了一个层次。两个人就边低声聊着，边走向人群。战少，苏总，不少人都向两个人举杯致意。苏南呢笑了笑，点头。战印则是绷着脸，略略的点头，算是回应了大家。他的视线经常往某处扫过去，那是海童的方向。阿七等保镖们如同往常一样，默默地跟在战印的身边，替他挡着那些趁大少奶奶不在大少爷身边就想近身的年轻女性。大少爷都已婚了，还有人不死心呢？可能是知道了他们家大少爷原来也是凡夫俗子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会喜欢女人，所以就想把他们家大少奶奶比下去吧。海童不知道自家男人一直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满眼皆是他。他和沈小军一起走向了商太太母女俩。那商太太呢，正和几大豪门的太太们聊着。商小飞陪在母亲身边，挂着得体的笑，觉得自己都快笑僵了脸。看到两个好友过来了，商小飞如释重负，母亲可以转移视线了。海童和沈小军先向几位太太问好。彤彤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带着小飞走吧。我看不得他这副不耐烦的样子，总觉得我手巴掌痒痒的。
商太太笑着让外甥女带着女儿走开，免得女儿一脸的不耐烦。孔太太笑道：小飞这是真性情，我就喜欢小飞这样的性格，可惜我儿子都娶妻了，否则准跟你们家结亲家。阿如，你快别夸他了，他这个人夸不得的，一夸就上天。这陆太太也笑，商小姐本来就是个极好的女孩子，以前她和战家交好，与商太太不怎么来往，又碍于商小飞喜欢的是战印，那陆太太倒是没有打过商小飞的主意。那唐君业也对商太太说，他大姨，你要是嫌弃小飞的话，给我做女儿吧，我想有个女儿想疯了，都没有如愿。商小飞嘚瑟地道，妈，你看看你的女儿多抢手。说完也不等母亲回话，就赶紧带着2个好友远离这些妈妈们。这几位太太属于管城上流社会最贵气的太太了，年纪也差不多，已经过了聊珠宝、聊护肤品的年纪。他们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自家儿女的人生大事。商小飞最怕他们聊着聊着就给他介绍男朋友，所以啊，还是先溜了再说。海彤和小飞这对表姐妹啊，比亲姐妹还要好。孔太太这是夸着2个人，还有那个沈小军，我没想到她会成为苏太太的准儿媳妇。商太太在人群中寻找到苏太太妯娌俩后，对方恰好看过来，彼此笑了笑后，商太太说道：小军也是个好孩子，我外甥女跟他是多年好友，他3观很正，我喜欢这个孩子。苏南动作快，把沈小军抢走了，否则商太太都想撮合沈小军和他的小儿子。苏南还好，战印就帮我牵了这条红线。战印，媒人红包请支付一下。商小飞脱离了妈妈圈，松一口气，抱怨海彤和沈小军这么迟才来解救他，说得太夸张了你。海彤好笑地道，还用上解救2个字了，我看那些太太们都很好说话呀。沈小军笑眯眯地道，他们看你的眼神温柔得很。商小飞却抖了抖，说道，他们看我是看儿媳妇的眼神，逗得海彤2个人都笑了起来。彤彤，你看。商小飞忽然碰了碰海彤，朝着一个方向挠挠嘴。怎么了？那海彤和小军都顺着他说的方向看过去。沈小军看到陆东明和一个陌生女人一起，海彤却没看到有异样，因为他见过了陆东明和于茵茵，知道于茵茵是陆太太给陆东明挑的妻子人选啊。陆东明身边有个女人。商小飞说道，她不是对海玲姐。海彤扯了扯他，低声说道，小飞，那是我们猜测的，不是事实。我姐和陆总就是普通的朋友，就陆太太不喜欢他姐。他姐对陆东明又没有那种意思。海彤不想大家再拿姐姐和陆东明来说事。商小飞很快就明白过来，他说道，也是，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。那个女人你认识啊？我看你没有半点惊诧，见过一面，他和陆总一起去我姐的早餐店吃过早餐，打过招呼。原来如此。商小飞挽住了海彤的手臂，轻声说道，我觉得陆东明破了相，配不上我海玲姐，陆太太又瞧不起我海玲姐，他们俩没有什么就更好，有我妈在，海玲姐只要想再嫁，绝对能嫁得更好的。海彤笑，只要我姐想嫁，我也会帮我姐留意的。以前是她依靠着姐姐，现在她有了战印，上了一个层次，她要成为姐姐的依靠。走，我带你们俩去跟我好闺蜜认识认识。她表哥是从事教育方面的，办了好几所私立学校，每天师生教职工需要的蔬菜量是很大的，咱们看看能不能拿下那几所私立学校的蔬菜供应。商小飞今晚愿意陪着父母出席宴会，主要是想谈生意的。虽说他们的蔬菜还没有种出来，但菜场整理已经在进行中。很快就可以种植蔬菜瓜果了呢。那谈也不是一下子能谈下来的，毕竟人家现在都有固定的供应商了，他们属于当程咬金的人。不过呢，不妨碍他们去认识认识。好，
海彤和沈小军也想认识一下商小飞的好闺蜜，两个人跟着商小飞走。战大少奶奶才走了几步，就被宁太太和宁云初挡住了去路。宁云初是被宁太太扯着来的。海彤看到宁云初差点跌倒时，本能的就伸出手去拉扶了她一下。云初，小心点啊！海彤拉扶住了宁云初，这才看向了宁太太。宁太太挤出一抹笑容来，谢谢大少奶奶扶了云初一把，她眼睛看不见，容易摔着。商小飞说道，她眼睛看不见，你带着她。宁太太脸上的笑容一僵，明天的太阳铁定从西边升起来呀。商小飞讽刺地道，他瞟着宁太太，宁太太还是第一次带你的大女儿参加宴会呀。太难得了，你们说明天的太阳是不是就要从西边升起来啊？宁太太被商小飞讽刺气得很，面上却不显。她依旧堆着笑说道，过去我是觉得云初眼睛看不见，带着她参加宴会，我又不能一直守着她，就怕她出事啊，加上云初也不喜欢这种场合，所以就没有带她。只是现在云初年纪也不小，该出来交际交际，跟大家见见面了。在场的人都听出宁太太话里的深意，猪养肥该宰了呀。看了两眼脸上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宁云初，盛装打扮的她倒是挺美的，她要不是瞎了，以她这样的容颜，分分钟能甩宁思琪几条街。深知这个圈子里那些人的德性，商小飞觉得宁云初很难嫁一个好婆家，不仅仅因为她是个瞎子，还因为宁太太这个亲妈，谁愿意和宁太太结亲呀？气都会被宁太太的偏心气死。那老太太是怎么选中宁云初给战一晨的？商小飞很好奇，问海彤。那海彤也不知道答案，问吃瓜吃在最前线的沈小军，都不知道原因。宁太太有事？海彤不想和宁太太胡扯下去，直接问他。那宁太太看看商小飞和沈小军，小军啊，我们去拿点吃的吧。商小飞识趣的叫着沈小军走了。宁太太笑着对海彤说道，战大少奶奶，我们到那里去坐下来慢慢聊一聊行吗？你和我家云初也算是朋友了。宁太太拿着云初来说是。海彤看了看身边的云初，淡淡的道，那就去那里坐下来聊聊吧。宁太太朝他做了个请的姿势。海彤牵着宁云初走，宁云初在他的掌心戳了戳。海彤了然的低声说道，我心里有数啊，他怎么会带着你过来？海彤轻声问着宁云初，要安排你和某位富二代相亲。宁云初抿抿嘴后，意识轻声的道，他不会让我嫁富二代的，只会把我当成尤物送给别人，只要对他有利的人，他都可以把我送出去。海彤听得愤怒至极，察觉到他的愤怒，宁云初居然轻轻地笑了笑，就说道，放心，我能保护好自己的，他身上随时都藏着小刀啊。海彤还想说什么，宁云初又戳了戳他的掌心，海彤便什么都不说了。宁太太就挑了较为安静又显得有点偏僻的地方，请海彤坐下来。战大少奶奶要吃东西吗？我去帮你拿点吃的吧。谢谢，不用。宁太太想聊什么聊吧。宁太太讪讪地笑道，战大少奶奶和我家云初一见如故啊，已经是朋友，思琪是云初的亲妹妹。大少奶奶，你看在云初的份上，能不能别再起诉思琪？我知道思琪犯了错，她现在知道错的了，她也还小，不太懂事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管教她的，不会再让她冲撞你。思琪砸得了你的车，我们愿意赔偿你2辆相同的新车，你还有其他要求也只管提出来，只要我能满足你的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大少奶奶，我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人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闹得太僵也不好看。大少奶奶，你说是不是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呀。宁太太又偷偷地掐了宁云初一把。宁云初吃痛。宁太太，你对云初做了什么？海彤见宁云初痛苦的样子，脸色一沉，又关心地问着云初。
云初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战大少奶奶，云初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能对我亲生女儿做什么？云初可能是吃坏了肚子不舒服吧。要不是为了宝贝女儿，宁太太实在不愿意和这个乡巴佬说话。更讨厌宁云初的腹黑歹毒，故意在海童面前露出痛苦的样子，这不是告诉了海童她这个当妈的对女儿不利吗？妈，我从来这里开始连杯水都没有喝上，怎么会吃坏肚子？我是大腿痛，又不是肚子痛。宁云初声音轻轻柔柔的，却让宁太太听了想掐死她。她来了气，不给宁云初再说话的机会，对海童说道：战大少奶奶，你和思琪的矛盾主要是因云初而起，云初和思琪是亲姐妹，没有隔夜仇，她们姐妹俩都和好了。那你一个外人在抓着这件事不放，不太好吧？赔偿我们愿意给，道歉我们也道歉无数次了，大家以后都还要见面的。我劝大少奶奶的格局放大一点，不要那么小，得罪的人太多了，你的路也不好走。宁太太嘴上是叫着海童作战大少奶奶，说的话却能看出来，压根儿就不把海童放在眼里。她从骨子里头就瞧不起海童，就算海童嫁入战家，在宁太太的眼里啊，依旧是个乡巴佬。要不是有战印给海童撑腰，就算海童起诉宁思琪，就宁太太也有办法把自己的女儿捞出来。宁思琪卖人对我行凶，我不原谅他，就是我格局小了。宁太太，你这思维，你这说法，我真不敢认同呀。你伤着了吗？你一根头发都没有掉，我女儿却进去了。海童冷笑，那是我会防身功夫，你女儿做的事就是违法的。她花重金请人对我进行半路劫杀打砸，那是黑社会性质了，我是没伤着。我没伤着就能抹掉她做过的事啊？我不会冤枉你女儿，但我也不会纵容着你女儿。她做的事该受到怎样的惩罚，就要受那样的惩罚。哼，这是我和你女儿的过节，与云初无关。宁太太也冷下了脸，姓海的，你这是坚持要我女儿被判刑是吧？